其实孩子读书不好，真的不用那么焦虑。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。现在太多这样的新闻，9岁围棋天才跳楼，沈阳的天才少年，每一条新闻都触目惊心，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根本不敢点进去看。最近10年，我们太希望孩子学习成绩能好一点，如果读书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也不枉费我们的苦心。但是好像努力错了方向，你有想过吗？孩子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，还是能够光宗耀祖？其实都不是，孩子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还是我们的孩子。或许你觉得我说这话很蠢，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，还能是什么？那还真的不一定。现在有太多孩子走极端的新闻，再或者没那么糟糕，得了一些特殊的心理疾病，花几万块钱都治不好。或者你有听说过走进大城市的孩子，一辈子拉黑父母，不再联系，他们终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。我们也曾经独立过，离开父母的怀抱，跟另一个人组建家庭。所以我们一味的逼迫孩子，你确定等他们翅膀硬了，还会回头看我们一眼吗？我们再算笔账，300块钱能做什么？菜市场能买20多斤猪肉，而在补习班，可能孩子只能盯着老师走神90分钟。2022年某大学研究显示，每年补课费用超过5万的家庭，只有 12% 的孩子有显著的提升，比摇车牌还难。更残酷的是，就算高考提高了20多分，到了毕业那天，结果可能也不会改变什么。所以我们花300块钱补课费到底买到了什么？或许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买房跟租房的区别是什么？买房拥有了更多的安全感跟支配感，但是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。但为了这一点感觉，我们要花上几百倍的钱。所以其实这300块钱大部分是为了缓解焦虑的。当越来越多家长因为孩子的成长而焦虑的时候，我们也跟着一起焦虑。这几百块钱本来可以带孩子去一趟游乐园，或是一趟短途旅行，给家庭带来美好的回忆。或许到我们70岁的时候，孩子们还能提起那次夏天的旅行，而作为父母的我们，或许只是笑一笑，但是心里却暖暖的。如果有一笔钱，它并不能给家庭带来更好的体验，而只是缓解我们的焦虑，它真的值得花吗？202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，211院校毕业生平均月薪6000多，并且现在这个时代，在大城市打工有机会年薪100万，真的已经不太现实了。现在有很多年薪100万的白领，也都准备回老家了。说个更现实的，我们那一代人，父母辛苦把我们培养成才，究竟获得了什么呢？1年回家1次，通电话20次不到，并且过年回家，往返需要花费2天，只能在家待不到9天。出国的孩子更残酷，几年才能回家1次。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人情、孝道、感情。或许我们因为时代改变了太多了，早就忘记了我们最在乎的东西。如果孩子不会读书，那又能怎样呢？他们可以留在我们身边的城市，找一份慢一点的工作，1周见上1次，相互之间有个照应。对比其他远在他乡的孩子，回家1次要花上5000以上。所以即使不出人头地，那又怎样呢？当然，如果孩子真的有本事，他们肯定是要成才远离我们。但至少在他们离开家之前，多关心关心他们，多照顾照顾他们。他们至少在外面拼搏的时候，也不会忘记远方还有一对想着他们的父母。我们活这一生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我们不就想多获得一点爱吗？想想我们或许已经离家多年，太久没有关注我们的父母了，一见面就絮絮叨叨的，甚至阴阳怪气。但他们只是不会表达，并不代表他们不关心我们。换位思考一下，我们也终将变老，而到时的我们又需要用什么来向他们苛求一份关注呢？还是像我们父母一样，只敢笨拙的表达，却把真心话压抑在心里。小时候长辈常说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如果在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，种下的是理解他、关心他、照顾他，那么未来可能也会收获这些。而现在因为社会的压力、自身的焦虑，对孩子种下了强迫、折磨、愤怒，或许未来也会收获这些。
今天跟孩子说一句，考不好没关系，你做什么爸妈都支持你。或许20年后收获的是，爸妈，出国旅行怎么样？而今天中的是，再不努力就去捡垃圾。将来收获的又会是什么呢？所以，孩子不会读书又能怎样呢？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